姐做检察官已经多久啦？11年多。就是你在这11年间有没有听过耳闻？检察官这个人要就帮忙啦，然后就推出一个这个皮箱，然后里面有一些钱之类的。我跟你讲，没有，绝对没有。而且说真的，这种小钱，检察官真的不看在眼里。保持缄默权只会让检察官讨厌你了。你不讲也没关系，我就用其他证据把你起诉。就算是黑道的人，我觉得他们看到你其实都很尊重，他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去呛你，因为对他们没有好处。哦，他们不会说什么，哎，乐乐姐这波这样子不太好处理吧？这样子，然后一个威胁恐吓，然后可能带棒球棍这样子的感觉，怎么可能？跨越性别，梦想成真。我是主持人艾莉，今天我们终于请到了最美的检察官乐乐姐。乐乐姐，帮我自我介绍。我是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我叫陈汉章，那 AKA 乐乐。需要我介绍检察官是干什么的吗？好，请。检察官其实就是指使我们国家的犯罪侦查，我们是我们国家犯罪侦查的主体。那司法警察相传是我们的手，确保在公诉程序上的一个有罪的一个判决，跟判决后的一个执行，这些都是检察官要做的一个内容。刑事案件侦查就跟我们有关系。哦，所以如果有人要离婚了，跟检察官无关。只有刑事。最近是因为诈骗集团非常多，其实诈骗案件已经快要瘫痪我们整个的刑事司法体系了。我们这边有100多个就是侦查检察官，但是我们每个检察官的每个月的收案量大概也是100件啊，也是很辛苦，对，很多。所以即使是100多个检察官，但是其实以这个案件量来讲的话，其实检察官的工作量就是已经远超过就是以前检察官应该要工作的这个量。那这边要呼吁大家少犯罪吗？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可能是诈骗，不管是一开始是感情还是投资什么，跟你接触之后，你只要碰到他要叫你投钱了，或者是要你提供账户了，这种很敏感的那种字眼，你马上就拨打165。你有觉得哪个案件让你觉得处理起来最棘手吗？像背信啦，像这种诈欺案件，如果发现是很复杂的话，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可能遇到一个你比较不喜欢的案件，你会可以说，哎，你可以帮我，就是这倒是没办法，可以 pass 给其他的那个吗？没有办法，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轮分机制，就是案件进来之后，一般的案件进来之后，我们会到我们的分案室，我们分案室会依照我们的分案规则去进行案件的分，就是分给各个检察官，但这个就是运气。当然有一个案件值会轻，然后有些案件值很重，但是它都是依照规则去发。那有时候你就会不小心收到很重。同事们之间最计较的事情就是你推案子，推案子是我们这个检察官里面的大忌。大忌。对。可是就像你说的，已经公共分配，然后发放了，那到底是要怎么推案子？是把这个文件拿到别人桌上这样甩上去吗？我们检察官会外勤相验，比如说我们辖区今天死的人，他如果不是在医院的自然死亡，我们都要带着法医去验尸，然后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要对他的死亡负责。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要介入侦查，比如说是他杀，或者是过失致死之类的，这些后来就会变成案件跑回来。就是给我们当日去执行的检察官啊，我懂意思了。但是其实时间上面就是，比如说从前一天的下午5点半到今天的下午5点半，这个时间里面全部都你的。但是问题是，有的人在那个介于5点半或5点半前不久的这种案件，就有可能拖到5点半之后给下面的那个检察官。为了这种案件，就是到底属于前面还是后面。检察官内心会有一些心结，灰色地带说哦，我下班喽，拜拜这样子。对，就明明知道就是有这个案件发生，然后他可能就说你必须要再整理一些证据，再把这个报进来。但是报进来的时候已经是下面的检察官了，所以这件案子本来是时间上面联系的时候是你，但是报进来的却是下面的检察官。然后大家就一拖再拖，然后下面的人说哦没有，你再等1天，对，然后像打排球一样，没办法，因为检察官对于这个相验程序是非常的严肃严谨，所以那个速度一定要非常快。我想问一些基本的问题，我有听过法官，然后律师，然后现在有检察官，然后又有警官，那他们的这个分布是怎么样啊？检察官是属于侦查主体，因为我们国家的那个刑事诉讼法是这样规定的，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这样规定的，也有是
警察跟检察官是双侦查主体的，但是我们国家是检察官才是主体，所以其实各种刑事案件都是由检察官去指挥。就是警察其实他没有什么决定权，他等于是我们的手脚去收集证据，然后去现场，就是你们看到的，就是搜证啊，或者法医呀，这样子。法医也算是，然后就是我们会指挥各种的司法警察，宪兵啊、海巡啊，或调查局啊，或者是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就是有各种司法警察，然后会帮助我们调查、收集证据，然后到我们这边，我们做最终的决定。哦，我懂意思了。所以我们是刑事侦查的主体，那决定说这个到底要起诉还是要不起诉。那如果要起诉的话，起诉到了法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法院的三方关系。坐在上面的那个是法官，法官必须要公正公平，他对于这个案件需要中立。那检察官对于这个案件是搜证者，职务就是确保让这个案件可以被判刑。那我们的对面就是被告，那被告呢，因为他没有读过法律，他如果直接跟检察官对抗，他其实胜算太低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基于这个武器的平等，我们要赋予他请一个代打，对律师等于就是被告的一个守护神这样。哦，那你刚刚也说了，检察官的工作是确保这个案件被判刑，所以判有罪无罪跟这个都无关，就是要把它判完，是吗？不是，我们当然是要确保说一定要判有罪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啊。对，这个是因为我们侦查就是要收集证据，因为检察官的心证一定是说，我们认为这90%以上，我们行政都会认为这个是有罪，我们才会起诉。90%以下的，我们都不会起诉。是不是你们在上诉一个人之前，你就想说，这个你之前就可以预期，这个人应该要判18年，这个人应该要判10年。每一种罪它都有一个它的法定刑，法定刑的期间，你就是依照一些他个案的一些因素，然后我们会去抓说大概这个会被判几年。不过这个并不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因为其实这是法院他们会去做最后的定夺。只是如果法院的比如说他判刑的刑度轻太多了，就比如说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我们认为以他的罪行而言，我们至少要判个1年，但是法官只判了5个月或1个月，5个月可以1颗罚金这样。那我们就认为不适合，我们就会上诉。检察官也可以上诉，可以，2造都可以上诉。不是当场就可以举手说，法官，我觉得这个判得太轻了，我有一些意见，这样子。没有，因为其实法庭的操作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一个言词辩论程序，言词辩论终结之后会宣判，所以其实这个期日至少会有3个期日哦。通常宣判的时候你也不会在场，再过一段时间才是判决书的寄发，所以你到判决书寄发，你才会看到实质的理由，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在场的。一般来讲，一个案件进到了法院里面，法院会先做一个快筛，他会先把一些比较简单，然后承认自己罪状的人，先把它筛出来。那这个部分呢，就有一个专庭处理掉。那这个很快，他不用经过什么证据调查，不用这个言词辩论，因为他自己已经认罪了。对，他就认罪了。然后不认罪的，然后或是刑责比较重，不适合用这个程序的，才会进来所谓的普通程序。普通程序一开始一定要开一个准备的庭，准备庭其实就是双方做一个准备，我们知道到底要针对的犯罪事实是哪一个。从这一次的准备程序呢，我们可以知道下一次我们到底要问谁，要调查什么证据这样子。那言词辩论程序就是调查证人啊，比如说交互诘问，或者是你想要看一些凶刀嫌疑之类的，调查真正的一些证物。结束之后呢，检察官这边会先论告，所谓的论告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案件做一个终结，就是请法官判罪这样。那乐姐，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剧，然后又觉得根本乱演，才不是这样子嘞？我只能说，他们有些角色会不切实际，但是不至于到乱演的程度。比如说演检察官这个角色，最近模仿犯，对，吴慷仁演的检察官。其实一般检察官不会像他那么的冲现场然后就是一直在跑现场的检察官，其实很少见，非常非常少见。我刚开始任检察官的时候，我也蛮常跑现场，但其实因为案件数实在太多，所以其实你时间不太容许你到现场去，除非真的很重大的案件，就是不会像他那样事必躬亲的这种感觉啦。那你有没有看过一些韩剧？然后我想问一下，韩国的检察官他不是每次出场都要很帅，他说我们大韩民国的检察官掌握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样
애니링을 헐값에 팔고 막대한 이익을 챙긴 저들 못피하를 고발한다。其实我觉得那个是戏剧效果啊，但是其实韩国检察官其实跟我们的检察官其实差不会很多，因为我看过他们的一部叫做《检察官内传》，就是我看过所有剧最写实的，最写实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检察官的生活。我们检察官每天都要担心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检察官每天都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为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挣扎这样子。就是他那个剧，可能你不是检察官，你看的可能稍微有点闷，但是整个就是但是很写实。我们那一天呢，就早上就9点进办公室吧。然后进办公室之后，我们就要处理一大堆的杂件。我们每天会收5、6件的新案，那我们就要把这新案看完，然后把它定出去。比如说这个要开庭的，就把它定庭出去，或这可以结案，就把它放在卷柜里面等结案。那新案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就到下午去开一整个下午的庭，这是我们比较平常的生活。那不平常的生活就是专案执行。所谓专案执行，就是比如说我们地检署有分很多种的犯罪类型的组别，像我现在是重大主要是处理枪炮，处理组织就是黑道。这种案件就是警察他会报一个指挥进来，然后由你直接承办。比如说报一个什么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要负责调查证据啊，要叫警察直接说要调什么东西啊，要做怎么样的调查啦。最后呢，我们就会去把这些全部都带到，然后去讯问这些人。听起来很危险呢。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就算是黑道的人，我觉得他们看到你其实都很尊重，他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去呛你，因为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不会说什么，乐姐这波这样子不太好处理吧？这样子，然后一个威胁恐吓，然后可能带棒球棍这样子的感觉。怎么可能？他们来说其实都很正常，应对都还蛮得体的。以这个帮派的人来讲，他们不承认就不承认嘛，他们也不会去呛你什么的，承认了就承认，我们也不会说对他口气特别不好什么，整个程序其实都是很平稳的啊。就比如说我叫警察去把 A、B、C、D、E 5个人把我带过来，他们带过来之前会先在警察局先做一份笔录，然后再把他们带到我们地检署来，然后我们给他做第2份的侦讯笔录。那在做侦讯笔录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他们。原来如此哦。对，真正有判有罪无罪或是上诉不上诉的，其实警官是没有那个权利的。就如果有人觉得我无罪，然后在警察局这样子，我没罪这样子也没用，没有，因为检察官看不到。对，所以要闹的话，请在法庭上面闹比较有用。最主要是检察官、法官都是看证据的，就是并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你没有罪，你说你有罪，其实都不重要，重要是包围你的证据有没有指向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也不会让你真的有罪。所以眼泪战术也没有用，没有用，就是一些当事人在法庭上的情绪表达过于强烈的时候，反而会有点反感。对，因为通常这样子会浪费很多时间，想下班呢。对，检察官最珍惜的就是时间，我们排庭都排得很紧，你在那边拖时间就会拖到下一庭。对，但是你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做那件事情。我这边想问一个很敏感的话题，然后也是观众很想知道的，就是你在这11年间有没有听过耳闻，就是一些就是检察官这个人要就帮忙啦，然后就推出一个这个皮箱，然后里面有一些钱之类的。我跟你讲，没有，绝对没有。新北地检其实属于年龄层比较低的地检，这些就是年轻的检察官们，他们自己心中的正义是比什么都有价值，他们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连耳闻都没有耳闻过，就是我们避之唯恐不及，就是跟这些人的见面，比如说在外面碰面打招呼，我们都会非常的小心，都不行。比如说他是你的案件，那你案件里面当事人你在外面碰到，你就最好避他远一点，就最好都不要眼神也不要交流。对，你就最好避他远一点。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珍惜自己的官箴，而且说真的，这种小钱检察官真的不看在眼里。你要说什么几千几万这种，怎么可能？我们赌值这种东西，我们收钱我们是要多重，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收钱的话是不需要去关的，杀人重罪的，真的啊。所以你那个东西怎么可能收？会关个什么10年20年？有可能哦。现在大家都说什么台湾的司法体系好烂哦，需要改革什么的。你要跟观众呼吁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其实我觉得并不只是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就是长年以来就是我们的民众对于司法的一个不信任，就是他们觉得原先认为应该要怎么样啊，后来却不是这样，他们会
开始脑补，说哦一定是他跟对方跟什么有关系什么，其实很多都是猜测啊，其实自己猜测。但其实很多的都是由我们专业训练对于事实法律的一个这个适用下的一个结果，其实是但这个适用结果是每一个检察官、法官都会有点多多少少会有点落差，但是绝对不是因为就是有外力去影响到他的行政，不是绝对不是什么感情因素呢，什么官商勾结什么的。对。哦，那如果你在庭上，如果你观察到对方可能说谎，通常就是用另外一个问题去把它戳破啊，就是啊，既然你是这样讲，那为什么谁这样讲，或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然后他就会没有办法圆谎，或者是讲话就会越来越夸张，那就让他继续夸张，因为其实让他的对话夸张化或者前后矛盾，就对他来讲是越不利的。原来如此。对，他就会显示给法官看这样，所以你不需要说你说谎或者是动气什么，其实都不需要。不需要讲很帅的台词，就是其实不需要啦。你乱讲这样子，要指责，是不是？不需要，没有那么很帅的台词之类的。没有啊，没有跟那个逆转裁判一样。没有那种感觉。检察官最重要的就是讯问上面的一个核心技能。对，并不是在法庭上耍帅，或者是在法庭上耍威风，不是，是讯问的技巧能不能让你达到你这个笔录你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最难处理的应该就是那种只坐在那边什么话都不讲，然后交给律师的那一种人嘛。你在那边你不讲话也没关系，你就保持缄默权就好了。保持缄默权只会让检察官讨厌你而已。你不讲也没关系，我就用其他证据把你起诉。开庭的时候如果不请律师的话，可以去吗？像是我如果去，然后我完全不懂法律，那我就嗨，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干的这样子。对，也可以啊，也可以，你可以用很白话的方式跟法官讲。哦，所以不需要讲那些文言文，我不需要讲一些条文，说这不是我干的，然后这个摄影机拍错，这不是我家的，这样子，这样也可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是，大家可以省一笔钱呢。其实就是越简单的案件，就是你觉得由你用白话的方式讲，法官会懂你在讲什么，没有一定是要请到辩护人。有没有就是在你转换之后，然后同事开始我们来去吃个饭，我们私下来约一下那一种。绝对没有。为什么？男同事都还是跟我就是保持着兄弟间的关系。就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外表改变，然后就对你的态度改变，不会。反而是女同事的关系会变得更亲密，就是跟姐妹一样，就是会一起聊天啊，吃饭。但也不会特别说，乐乐姐，在下班空有没有空啊？我们一起吃个烧肉，喝个酒啊。应该是没有人敢对我做这种事情。我的个性其实还是蛮男生，做40年男生。相处上其实就会比较男生状态。然后大家也知道我结婚了，所以其实不太会有这种邀约。对。确实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案子然后结束了，大家会一起下班一起去喝酒吗？然后一起去庆祝的时候就可以问。你最近上很多新闻都很红哦，这样子。通常有瞩目比较大的案子的时候，就代表说其实加入的单位就是比如说远景啊，或者是协办的检察官，整群会比较多人，所以为了犒赏就是我们这群人的努力，下班可能会去约一摊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当然就是会有点酒，然后讲话会比较 free 一点。对，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印象说他们会问什么比较会让我觉得有侵犯性的问题，没有。之前的检察长是因为我刚回来，从日本刚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打扮成男生，但是我又不想剪掉我的头发，那时候就是绑马尾，但是没有上妆，然后穿的就是衬衫这样子，然后去公诉法庭，就是刚刚讲那个有法官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的检察长就会来，然后旁听的时候看到我这样，就是有绑马尾。后来呢，这个检察长就跟我的主任检察官说，叫蔡院长把他头发剪掉。他不知道状况，他以为我是单纯的留长头发。对。但是我的主任检察官因为知道这个状况，所以他就跟我的当时的检察长说，你不可以叫他把头发剪掉，因为这是他的权利。他们有些了解，对，但他只是觉得观感上不好看，对，就觉得好像不清爽还是怎么样吧。但乐姐有没有突然觉得，为什么突然爆火了？爆红的原因其实是我本来都没有要公开这件事情，因为地检署也超级保护我，因为地检署的人都很喜欢我，很多媒体要来采访我都被地检署挡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就是很白目，就做一件事情，就开了 IG，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的
同事，就是我一个学妹跟我很好，她就说你天天都穿不一样的衣服，你要不要把那个衣服记录起来？就是OOTD 啊，对，就 OOTD 就是记录起来，要不然的话每天都穿不一样的，你可能就不会再穿到同一套衣服了嘛。我最喜欢买衣服，我就很喜欢收藏衣服。依照他的建议开了一个 IG， 那就没有想到就里面埋了一大堆记者在里面。然后记者看到这个东西，打电话到地检署说要采访我这件事情，突然我的警钟就响，就想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应该把这些公开的照片放在 IG 上，因为其实那些人如果真的想用，他就是真的可以直接拿下来用。就算他们有什么法律责任，其实到后来他们就只是看你敢不敢告他们而已嘛。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红，一点都不想，因为其实红对我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又不能收到任何利益，我的 IG 也不能盈利嘛。我也不能卖任何商品，像比如说来这种地方接受访问，我也不能收任何的钱，对不对？我出书，你说我出书，其实我出书的版税，其实我都预计是要捐出去的。我其实根本不能在这边赚什么任何利益，然后但是呢，却要承受着公众人物的这种压力不方便。真的哎，去外面去个厕所，原本在没有公开的时候，我都去得很自然，我进去就进去，想上厕所上厕所，舒适。现在呢？疯狂憋尿很麻烦，然后就是出去的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仪态，所有的穿着、妆容、表情控制，反正你只要一走出家门，就是会不会有人发现要拍照什么，就是非常的累。他们一般来讲，粉丝是不会这样的，通常都我很喜欢你啊，我很支持你，你很勇敢的，就是鼓励的话，然后或者是可不可以拍一个照片啊什么的。虽然说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但是问题是你每天要 keep 住那个 keep 住的那个，不能一刻都不能放松，累，对，然后小偶像的感觉，对啊，然后你看就是会受到很多的抨击嘛，不管是你只要新闻出来，底下的留言都在骂我嘛，那骂也就算了，就是有人会寄一些恐吓、诅咒的信到我的办公室里面。然后检察官的论坛里面也会有人可能就眼红你嘛，就会想要去检讨你这个人，这样，比如说拖什么去哪边做声带手术，这样行吗？这样是不是帮人家做代言啊？什么之类，就是一些行为方式，或是出书有利益啊，兼职啦，就是他们会去做一些这种挑战，或者是什么。这个人就是自私啊，就是不顾老婆嘛。当我老婆出来说我不自私的时候，然后我老婆也会被骂。这些人就是要一直骂我，然后他们讲什么我们就做我们自己就好了。那检察官好像不会很忌讳别人讲你的本名，对不对？对，不会很在乎别人。对。未来会想要换名字吗？就换一个可能。当然会想换，但是太麻烦了。你在海外的财产，有的时候你知道，海外财产原本登记这个名字，那你后来换这个名字，护照换，你海外财产怎么办？你要去过去做就全部都要换。哇，那个真的是想到都觉得超级麻烦。刚乐姐讲到海外财产，我怕有观众会有点遐想，就觉得什么瑞士银行放了一些什么钱之类的。没有，不是那一种。对，就是之前去日本住的期间，我买一台车啊什么。就是这样。好，有曾经那人太好了。你还是喜欢大家叫你乐乐？那当然啦，难道你要叫我汉章吗？但是开庭上大家都会叫你本名，还是大家都尊称你检察官？是检座。叫检座，对，哇，好酷哦！叫检座或检察官，不用加上姓氏，陈检座，不用，通常都是粉丝才会叫我乐乐最近才认识我的人就会叫我乐检。乐姐现在做了什么手术？声带手术，还有抽肚子啊，抽肚填胸，花了多少？10来万。现在哪边做的啊？就我的老朋友，其实他职业蛮久，我本来没有要做的，因为这没有公开，我就不太想去认识的地方。对，公开之后呢，我想说你就去捧场打个什么玻尿酸什么的。对，就聊到说我运动很久，这个肚子都没有瘦。后来他又说你可以做抽脂啊，这样其实也蛮不错的，因为其实说真的，瘦也不见得瘦你想要瘦的地方，所以不如就把这边的脂肪移到你想要胖的地方。然后我本来想说是要堆屁股。那个医生跟我讲说，你那个脂肪不够堆那边。不够堆。他说你这一点点脂肪，他说你只有一点点，
那这一点点，那你就不如就填到胸部去，那胸部还比较明显一点点这样。我其实并不要求胸部要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其实我觉得就穿衣服好看就好了。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去动声音手术啊？我刚给你听嘛，我声音很低，在公诉的时候，我为了不让其他人觉得怪，其实我以为我会有点叮声音，就是用尾声的方式，但是尾声其实撑不久，因为其实我尾声其实我也练了有一段期间，但是你可以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用那个声音，盯在那个高度，但是第三句话、第四句话就会慢慢往下滑，因为肌肉没办法去记忆你的那个强度，是，而且你会很容易疲劳，就是然后一下就觉得这边不是很舒服。我那时候因为没有公开，然后我也不想让来开庭的人觉得说，哎，现在什么状况？因为我如果是用原来的声音开庭的话，他们一定都，是谁会跟我讲话？就是你知道，就是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外表了，对，那时候是这个外表，对。但是如果搭配你原本那个声音的话，大家觉得，对，大家觉得，然后就会不专心嘛，要不然就觉得说啊，检察官怎么都是这种怪人，就是你知道会不信任，感觉有点去损及检察官的形象，所以那个时候我想说就去做手术，而且第二个考量其实是跟我的太太出去的时候，其实我出去的时候我也会用尾声嘛，但是尾声就像刚刚讲的声音不够大，尤其是在比较嘈杂的环境里面，你一大声你就会往下压，对，就变康，对，你会变得比较畏畏缩缩，不敢讲话，然后太太看在眼里就会很不爽，她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应该要你去做，就你畏畏缩缩的。因为如果用尾声的话，其实有时候你要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喉咙上面，然后你就没办法认真做其他的事情。真的，然后就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就是尾声有一个最可怕，就是你就算用那个尾声极尽完美，就是那种或是咳嗽啊那种声音，那个比较没有，或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达到，就是像女生那样子高低起伏比较。对，那个就难，所以笑是很难的。对，所以就后来就想说干脆就做手术。在哪里做啊？亚东医院，因为其实这个手术它是有它的代价。第一个你要很长时间的复健，第二个是就是你复健完的声音也不见得是你一开始想要的那个声音。对，然后你会一直怀疑自己声音好不好听，会不敢去看我的自己的录影片，因为我怕听到我的声音之后，我会觉得很伤心。第三个是，它会把你的音量变小，你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很大声，就比如说很远距离叫一个人，就是很大声叫他，你有罪这样子，没有办法，现在没办法。未来会想动变性手术吗？目前不会，因为我没有这个需求。变性一定要有一个需求在那边，比如说你很想要完整度好，或者是你想要变更你的身份证，你想要取得别人的认同，或者是男朋友有这个需求，但是我都没有，我就觉得何必再去动一个手术，然后去照顾他，光照顾他就会让你精疲力竭的。乐姐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是后来再回去的吗？一开始我就读法律系，但其实我那时候是高中联考的那个志愿表是我爸爸填的，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我爸填了什么科系，好像全部里面只有填了一个动物法律，然后就上了。其实说真的，那个时候对法律是有点反感，就是我根本就觉得这是搞文字游戏的东西，然后就根本就不想读书啊。所以其实大学的期间我都在玩，连老师的名字我都记不住，几乎每个学期都要背2-1这样子。然后就是喜欢玩车子，毕业的时候先当兵，当了1年10个月，出来之后我找的工作其实是找汽车杂志编辑，因为其实我在大学最专精的就是改车，而不是法律。是后来因为我觉得汽车杂志编辑的生活不太适合我这个人，编辑的生活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忙一段时间，可能忙1个月1个多月，然后休个一个礼拜多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密集的忙碌，然后再休一阵，然后钱没有很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做另外一个人生规划。然后在那个时候，都一起玩的同学们叫我回去读书，那个时候我也只是想说，好啊，那就是大家如果以后都是同一个职业，比如说大家都是律师，同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大家都是朋友，然后每天上班都很开心，然后拉低赛啊什么东西的，就会感觉哦，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目标。我想问一下，像当初就是大家一起去玩车，然后大家一起这样子，然后突然一个压力有一个人说，我们来去读法律吧，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在画黑盆吗？其实我觉得好像读法律蛮多人都这样，就是好像会碰到一个时点。然后这个时点就开始觉悟说，
我们还是要走考试这条路，蛮多法律系的学生都会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完全的全职考生，就是每天就是要读大概10个小时的书。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穿女装呢，还没有想要跨出来。那个时期当然也有穿女装，穿女装的就是在回到家里啦，或是假日的时候才可以，就是一个人或是跟女朋友、老婆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穿女装这样子。那个时候不敢跨出来了，因为第一个我很明了，我没有那个实力跨出来，我那时候的能力没办法保护自己，不管是经济，或者是我的心理的抗压力，或者是我对人处事，或者是朋友啦，你贸然一跨出来，其实你就会被这些社会现实给压碎掉。所以其实我很不会做这种想做一件事情，然后就直接去做，就是完全不计划的事情。还是会考虑到风险。对，那来讲，还记得第一套女装是穿什么吗？那个时候在国中啊买了一套我们国中的女生的制服，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女生其实平常私服是什么，看到的都是女生在穿制服，你要学习当然就是直接就买制服这样。那时候会觉得很心生羡慕，就觉得超羡慕了。我从小学就开始羡慕，好不好？为什么他们能穿那么漂亮？还好这个人生有达成这个成就。因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生，就是大家都是觉得我的朋友也全部都男生，然后你不可去跟人家借制服的，因为这个举动会让人家怀疑你，而且就是你只要稍微动作比较女生，他就会说娘炮啊，对，娘娘腔，这其实是一个骂人的话，所以你就知道你绝对不能那样子，因为你那样子你不会有朋友。那你自己在家里穿那个女生制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喂，别人也是这样吗？还是我自己有点 weird？ 我一定都觉得自己很怪，但只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到底是什么病吗，还是什么，就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什么一个定位上面，但是知道自己喜欢做一些事情，就这样子而已。但也没有跟同学、跟爸妈分享，绝对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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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第一次坦白讲出这件事情，是跟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因为我知道说女生对于什么东西最敏感，有没有其他的女生嘛？那你家里如果有女生的东西，她们一定很敏感啊，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瞒她这件事情，因为她一定会把你的家游览过一遍。所以呢，一开始就要讲，就是我就是这个兴趣，要不然的话，你被抓包之后，你再讲出我这兴趣就很来不及。他就觉得哦，你是不是骗我？你是不是骗我？这钱是其他女人的。对，交往后马上就会跟他讲，因为其实交往前你跟他讲的话，你交往的几率就很低了。那你怎么开口啊？我就会通常都说，我有个秘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跟你分享的秘密，但是我很害怕这样，反正就是讲。哇，这好正式。我怕你因此就会讨厌我啊，什么之类的，反正会用一大堆的前面的一些情绪，然后让打预防针，让他情绪整个都紧张起来。我对我自己理解，那个时候是女装癖，然后我说啊，我有女装癖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哦，原来只是这样哦，你知道吗？因为他原本就觉得哦，你是不是杀人放火啊，或者怎样，就是把那个层级调到很高，对，然后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所有的女朋友都这样。会不会担心说，孩子长大之后会觉得哦？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这样，然后自己的有点 confuse？ 为什么我有2个妈妈？其实我觉得有准备什么说辞，或是应该每一个人如果像我这样的话，应该都会担心的。不过，因为他一开始就看到爸爸就是这个样子，那之后有产生什么疑问，那我会再好好跟他解释。就开庭。也不是开庭。那我想问一下，目前跟太太结婚很久了吗？14年以上。当初第一次怎么跟太太讲？还是一样说是女装癖吗？对，其实他也没有限制我什么啦，是我自己限制自己只能在私下穿这样。在日本24小时他都穿女装嘛，那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在唯一的时你穿男装的状态，没办法，你会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其实我真的是看到男装我都会有点忧郁。你觉得那个就是伪装了你自己？对，就是你知道，你觉得要做一个不是你的人。同时间，他因为看到我20小时这个样子，他反而就陷入忧郁。怎么说？就她觉得她的老公不见了，她多了一个闺蜜，但是她没有老公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经历了一段蛮长3、4年的磨合期，她很痛苦，她会把痛苦倾倒到我身上来，我也会痛苦。这1年来，就是慢慢我们2个就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目标方向，就是大致上都已经调整好，就是怎么样继续走下去，维持这个家庭，就是大家已经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快快乐乐这样下去的时候，我再跟他讲这件事情。原来如此。我想问一个假设性问题耶，
如果当初他也不想去阻挠你的快乐，他说我们离婚了，他跟别的男生在一起，这样子的状况下，你是可以接受的吗？可以啊，我当然可以，因为其实他找一个别的男生，他的生活可以比现在更快乐更好，我当然是没有意见，因为我最希望就是他快乐。那姐已经出了新书了嘛？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书名吗？书名是《我的老公是美女检察官》，里面在讲一些我自己的一个进化的过程，然后我的太太就是在过程中陪伴我的一些故事或心路历程，有点像是一个自传的部分。对对对。在哪个通路买得到？网络的话，像博客来啊、诚品啊、虾皮啊。那实体书店当然就是诚品啊，或者是各大书店应该都买得到。今年收到版税全部都会捐出去。